观众朋友，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么俄罗斯专家在第13届中国珠海航展上，他们都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奥秘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第13届珠海航展结束了，但是它的余波到现在还没有平息，因为世界各国的航空界的人士以及媒体依然对珠海航展所展示的各种先进的武器系统和装备呢，在进行相应的分析探讨。那么在本届珠海航展上，俄罗斯的专家到底都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新装备、新概念的武器呢？最近俄罗斯的媒体呢采访了俄罗斯的航空专家利亚莱加特，就本届珠海航展让他谈谈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位俄罗斯的航空专家到底在珠海航展上找到了什么样的新装备，以及他发现了一些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新概念的航空器呢？莱加特告诉媒体，他特别关注的是中国的轰20以及第6代战斗机。他认为在本届航展上，轰20和第6代战斗机的概念呢已经公开了，外形看确实是像一款双发大型的战略轰炸机，但是从它的截屏下面的标注可以看出来，这并非是中国航空工业部门所公布的轰20的方案，而是一个飞机燃油系统的分布图以及它大致的一个外形。这个并不代表轰20的方案正式公开，因为在轰20上天之前，我们是不可能把这款先进的远程隐身战略轰炸机的外形公之于众的。尽管美国、俄罗斯都在猜测我们的轰20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现在应该说依然是一个谜。当然，本届珠海航展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所展示的视频上呢，似乎有一个下一代战斗机的概念方案。那么这个概念方案也仅仅是我们诸多选型方案中的一种，也仅仅就是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在研的下一代战斗机会是什么样子，目前呢也不清楚。那么这位俄罗斯专家其实目前他得出的比较肯定的结论是，中国的航空航天工业部门正在开发一款或者是多款中程僚机，而且这些中程僚机呢都是隐身的。比如说 FX97 这个由航天科工部门研发的隐身作战飞机，它带有弹舱，弹舱里面呢可以装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武器。如果它研制成功，的确是可以成为现代战斗机甚至是未来的隐身战斗机的中程僚机来使用。当然它也能够单独的执行各种各样的侦察和对地打击任务。这款隐身的无人作战飞行器当然是可以供出口的。俄罗斯目前还没有开发这样的平台，但是它已经试飞了猎人隐身无人机。这款无人机今后有可能和苏57搭配使用，成为苏57的中程僚机。但是从无人机这个角度看呢，俄罗斯这些年相对来讲比较落后，因此俄罗斯专家对中国的各种各样的隐身无人平台非常关注，也是情有可原的了。当然，这位俄罗斯专家对中国各个军工集团所开发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巡飞弹也是非常感兴趣的。本届航展，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巡飞弹的种类繁多，性能各异，具有非常强悍的侦察、打击和巡航能力。无论是对付敌方的雷达、导弹阵地、防空武器系统，都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可以说，在这个方面呢，俄罗斯也是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那么在这个领域，中国现在具有领先的优势，完全可以向俄罗斯
出口类似的产品。当然，凭借俄罗斯自己的航空工业水平，它也能够开发一些比较先进的巡飞弹。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看，它的经验还是不足的，产品相对也比较少。因此，俄罗斯的一些专业人士对中国现在正在搞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下一代的战斗机以及隐身的中程僚机、巡飞弹等等先进的武器系统表示关注，应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